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谭松韵以家人之名火到海外，文化差异引热议。有血缘的不一定能成为家人，但是互相珍惜、爱护的人一定可以。经典剧以家人之名，贯穿友情、爱情、亲情的剧情，扣人心弦的台词，在各地引起高度共鸣。近些年，经常出现中韩影视作品互相翻拍的现象。这次韩国翻拍了谭松韵、宋威龙和张新成主演的现代剧《以家人之名》。国产剧在韩剧的强项领域现偶剧和家庭剧中，能够脱颖而出并被对方翻拍，实属难得。各位宝子们喜欢观看此剧的海外华人可以搜索下老马路由器来解决观看问题。以家人之名作为一部备受瞩目的国产剧，其主演谭松韵也因此剧而声名大噪。谭松韵以其出色的演技和甜美的形象，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在《以家人之名》中，她饰演的角色深受观众喜爱，成为该剧的一大亮点。这部电视剧里有活泼可爱的谭松韵，帅气有潜力的宋威龙，阳光直率的张新成，三位年轻有颜值而且演技在线的演员，吸引了大批粉丝的围观。文化传播是一个系统化工程，中国影视人需要在全球影视界中有广泛身影。中国的作品在国际上也获得了许多奖项，相信中国影视精品内容能够不断地被全球观众所喜爱，让世界更美好。偶然成为家人挑战谭松韵代表作《以家人之名》魔改还是超越？改编自电视剧《以家人之名》。韩剧《偶然成为家人》重组家庭，由新生代演员女神降临、黄银叶、高斯电子公司奇迹的兄弟裴贤胜、金汤匙、郑彩娟主演。剧情讲述没有血缘的三兄妹因命运邂逅共组家庭，度过年少时光，时隔10年相逢，展开青春罗曼史。原版电视剧《以家人之名》主角分别由谭松韵、宋威龙、张新成演出，三人也因电视剧热播名气水涨船高。随着韩版播出后，不少观众也期待新版将如何改编诠释。不过前几集播出后，引起网民争论韩版是魔改还是超越。本文整理出偶然成为家人目前已播出剧情与以家人之名相异4点，大家认为究竟是否超越原作呢？偶然成为家人值不值得看？如果你期待能看到和以家人之名一样在剧中高比例刻画温暖亲情，那偶然成为家人可能无法满足你，可以重温以家人之名，复习先前的感动。如果想要看的是伪骨科甜甜恋情，那偶然成为家人可以放心加入你的追剧清单中。以下是以看完电视剧《以家人之名》角度分析4点因两部之差异导致的预期落差。偶然成为家人淡化家庭亲情，加重爱情戏码。电视剧《以家人之名》前期剧情是以李尖尖一家真挚温暖亲情为基调，细腻叙述无血缘但有着难以愈合伤口的3个家庭彼此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尖尖母亲因带病怀孕流产去世，子秋母亲因生活窘迫离开自己，凌霄则是被深陷丧女之痛的母亲不断指责。3人小年纪都有着被生母抛弃的经历，但却像小太阳照耀彼此，温馨互动让观众觉得既暖心又心疼。而正是剧情对亲情纯粹美好的呈现，让《以家人之名》开播就获得在豆瓣开出高评价。韩版相对原版对于日常中纯亲情的互动成分淡化许多。偶然成为家人因为集数只有原版1半，推展剧情的节奏也相对快速。前2集对于没有血缘的一家亲情刻画，以主角群3人小时候角度较深入，交代了不同背景的3个孩子如何相遇共组家庭。第2集火速进展到高中校园生活，从中观众已经可以嗅到一丝暧昧氛围。
编剧刻意安排女同学吃醋，女主角尹珠媛身边围绕2个没有血缘的校草型哥哥而展开校园霸凌，营造青春爱情的意图相当明显。不过当初以家人之名，因剧情中后段着重在尖尖与凌霄感情线，兄妹终成情人的戏码让不少观众无法接受，而为了虐凌霄来增加2人间的爱情浓度，凌霄妈更在后期为黑化而黑化，让剧情狗血许多，也导致口碑略为下降。整体而言，以家人之名能够出圈有很大原因出自于前期剧情对人物间亲情刻画成功，而偶然成为家人降低这个重要元素的比例，多少失去这部剧原版的精神，也让人担心如果后面爱情线还沿用陆版狗血走向，可能会为这部剧扣不少分。偶然成为家人双爸爸 CP 感弱化。除了孩子间的真挚情感，以家人之名中让人吸睛的还有父代母职共同养育孩子的2位爸爸。经营面馆的尖尖爸搭配刑警出身的凌霄爸，一个个性温和、心思细腻，另一个则是不善表达情感，有些直线条。2人性格互补，会为日常生活中的柴米油盐琐碎小事相互拌嘴，非常具有夫妻香的双爸爸 CP。将一个普通家庭的平好美好幸福氛围自然营造。偶然成为家人虽然保留了以家人之名中2位父亲的职业与人物设定，但在剧情安排上，2爸爸之间独立互动戏份明显减少，导致了双爸爸 CP 感弱化。相比之下，以家人之名中的父亲角色塑造更为丰满立体。在原版中，尖尖爸在2家庭合并之前，就会细心照料因公务繁忙而疏于自理的凌霄爸，2人还深入交流过婚姻、生活经营的困境。正是基于彼此知根知底且同病相怜的境遇，2个男人才决定携手共度难关，组建全新的家庭。但偶然成为家人对这段没有过多折磨，且由于2位爸爸私下互动不多，导致2家重组的主要原因似乎仅限于金山和尹珠媛和江海俊3人之间的融洽关系，缺少了以成年人视角审视现实，进而做出无奈抉择的深层次描写，也为不同家庭搭伙的动机减弱不少。贺子秋将海俊农村背景修改，降低情感张力。以家人之名中，小子秋因寄人篱下，阿姨与街坊邻居常冷言冷语，要他好好报答尖尖家，因此子秋自小就懂得察言观色，想着要讨好尖尖融入这个家。先是抢着做家事，或是吃饭舍不得加大鱼大肉，这些都被心细的尖尖爸发现，心疼年纪这么小就小心翼翼的子秋。而促成尖尖爸收养子秋的动机，是他到子秋故乡拜访，发现他身处贫困的农村家庭。小子秋用小小的身躯背着沉重的担子做农务，承载这个年纪不该揽下的责任，让尖尖爸相当心疼。若是继续待在这里，子秋恐怕只能务农一生，无法好好读书，永远困在这个村子，因此决定用温暖的爱抚育他。子秋原生背景让人心疼，同时也是中国贫困农家的真实写照，这样的背景设定增加了戏剧张力，观众也容易共情。不过偶然成为家人做了大幅度修改，将海俊被改为母亲至首尔打拼，由还是考生的阿姨代为照顾。朱元霸看见阿姨家中凌乱不堪，专注考试的阿姨可能也无暇照顾年幼的海俊，因此提议让他暂时住在家里，直到海俊妈回来。暂时照顾和收养词义有着萧壤之别，相比下会觉得陆版亲情刻画更加深刻，而原先子秋饱满的人物背景，也让尖尖爸为何抚育非亲非故的小孩更加合理化，这一点是韩版相对可惜的地方。偶然成为家人成年后，主角人设崩坏。陆版3个没血缘的孩子，最大亮点是可爱天真烂漫的妹妹，总是喜欢一股脑靠着直觉往前冲，会为了家人的事情义无反顾挺身而出，而妹妹出事的时候，
则是两个哥哥在后面毫无怨言帮忙擦屁股，完全溺爱包容这个家中的掌上明珠。不过，不同于尖尖的鲁莽横冲直撞，朱元在剧中性格较收敛，剧情中反而安排较多哥哥们主动保护、解救困难的桥段。和谭松韵圆圆大眼的可爱少女形象相比，饰演朱元的郑彩娟外形漂亮，少了点尖尖古灵精怪的活泼。虽然有人无法接受人设更改，不过这边些微的改动确实也更贴合演员长相，并没有不好。原作党认为人设崩坏主要是第2集，朱元被暗恋哥哥的心机学子诬赖霸凌，在场所有学生将孤立无援的朱元围绕，让他承受灼热的怀疑目光。率先到场解救他的是小哥海俊，但他第一时间并没有为朱元反击说话，反而听着学子的解释，逐渐怀疑起自己妹妹，甚至要朱元先道歉。这违背了两哥哥会义无反顾护妹妹的人设。另一个人设问题也是哥哥凌霄从剧情前期就暗恋着尖尖，但碍于亲人关系，他一开始的爱是隐忍、克制、不易察觉的。其中有个小细节是，尖尖因为跟两个哥哥相处上比较没有边界感，进入青春期后，凌霄会刻意避免太近的互动，像是让尖尖离开自己的床，一个象征私密的领域，充分展现出亲情、爱情之间的理性与感性的拉扯，也以凌霄视角表达出对这段禁忌骨科恋情的悸动。不过偶然成为家人，在第2集就可以明显感受到，山河对朱元的偏爱已经超越亲情，而且在床的桥段中也只是浅浅带过剧情，少了凌霄那份爱而无法彰显的无奈之情，角色饱满度也减少许多。翻拍作品一直都会有与原版比较的问题，原著粉丝自然希望能够看到忠于原作，但又能改出不同新意的版本。若能保持原作核心精神，基本上就算大篇幅改编也不太会招到原作粉声讨。像是改编墨香铜臭人气作品《魔道祖师》，由肖战、王一博主演的《陈情令》就是改编获得多数好评的例子。当然，也不一定要看过原作才能评价一部作品好坏。若能以全新作品看待翻拍电视剧，也必定能看见它的亮点与特别之处。市场上有供有需，不同类型的内容有各自的受众，选择收看自己喜欢的作品最重要。